歡迎再次收睇 Watch Cat Vlog 嘅。咁其實一直咧都好想做呢一集，因為自己有一個極度冷門嘅一個收藏嘅口味。因為相信每一位鐘錶嘅收藏家呢，都一定有自己嘅 preference。當中當然有啲大佬噶啦，有啲就好冷門嘅口味。我自問呢個口味呢，應該都幾冷門嘅，因為唔係屬於一個鐘錶相關嘅，而算係從 fashion 嘅味道啦，從設計味道去出發嘅。嗱，只要你係本台嘅忠實 fans 咧，都一定知道小弟我係從事一啲創意設計嘅。嗱，做設計嘅10個有9個嘅衣着呢，黑色為主噶啦。女士呢就可能會好啲，男士喺啲衣着方面呢都比較難嘅，所以呢黑色啊最易襯，最簡單。咁啊，所以呢普遍都中意呢黑掹掹嘅錶嘅。咁啊，之前都有一集介紹過黑掹掹嘅錶啦，反應都唔錯。嗱，小弟都唔例外嘅，間唔中咧都會着到全身黑色啦。不過呢，其實都有啲悶，有時呢就加翻啲白色啦，都算係一個幾好嘅配搭。所以我都有唔少黑白色嘅衫啦，黑白色嘅鞋啦，黑白色嘅袋啦，咁啊全黑白色嘅打扮啦，咁啊更加唔少得想要一隻黑白色嘅手錶啦。嗱，老實講啊，做得好睇嘅話呢，就真係唔係好多選擇嘅啫。加上呢，因為做設計呢，有好麻煩嘅審美觀啦，要做到嗰個黑白嗰個配色呢，好極致呢，就唔係咁容易睇得上眼嘅。其實，所以暫時我收藏咗都叫做有5隻啦，都係過得到我嘅審美眼光嘅。咁你話5隻算多唔多呢？咁當你諗到黑白配色咁冷門嘅一個口味，咁我覺得以5隻嚟講應該都唔簡單噶啦。因為呢個口味呢，我覺得我自己呢都暫時仲有興趣去收藏落去嘅。咁啊，之後都會介紹一下呢，其實坊間有咩黑白錶嘅選擇啦，以及我自己心目中嘅一啲心水嘅。而我呢，亦都嘗試用買入嘅時間去講起啦。嗱，第一隻買嘅呢，大家一定估錯，其實係 Chanel 嘅呢一隻 J12 Super Leggera 嘅一隻錶嘅。嗱，自問呢，真係唔係 native 啊。如果英文有咩讀錯呢，大家見諒。因為又見好多人留言話讀錯啲英文，我都冇話過自己英文靚，唔知點解咁中意話英文讀錯咁啊，一直都其實知道呢個款嘅，咁啊光面拋光嘅一個陶瓷，咁啊自己當然好中意啦，都算係勉強做到一個黑白嘅配色，所以一直其實都有留意佢，一直都幾中意。直到有一日喺旺角嘅一啲二手鋪啦見到，咁啊價錢啊都標出嚟2萬零蚊啦。咁老實講，嗱呢隻錶嘅 condition 呢就真係好麻麻地嘅，咁但係都算係 OK 啦。咁啊盡量咧希望就用一啲平啲嘅價錢玩下呢類型嘅手錶就算噶啦。因為 J12 呢，大部分嘅錶款呢，老實講我都覺得唔係好靚，好玩具，白色啊黑色嗰啲呢，好玩具。唯獨是呢一隻嘅 Chronograph 款呢，個佈局啊個層次感呢，其實都做得好好嘅。加上呢，原來呢隻錶係 Chronometer 級別，咁 OK 啦。嗱，呢隻錶老婆戴嘅，大家可以感受到佢嘅手呢，究竟有幾誇張咁幼啦。而第二隻呢，其實就 Longines 嘅呢一隻 Chronograph， 嗱一見鍾情嘅一隻 Longines啦，無他嘅呢個黑白嘅配色呢，到今日睇其實都仲係覺得好驚豔，太過吸引啦。復刻翻1940年代嘅一個錶款，一出就買咗噶啦。咁詳細我就唔介紹啦，因為之前其實都介紹過2-3次，有興趣嘅可以睇翻之前嘅影片啦。咁之後嘅呢一隻呢 Zenith Lupine the Third Final Edition 雷朋3世嘅一個系列啦，大概喺2022年頭買入嘅，已經係出到第3代啦。嗱，第一代呢就黑色面，第2代呢就白色面，咁第3代呢估你唔到喎，做一個打斜鴛鴦嘅一個黑白色嘅面，加上呢係最尾一代啦，又可以喺澳門嘅 Zenith 專門店買到啦。咁最後當然又係忍唔住買入咗呢一隻錶嘅。而至於呢兩隻呢，我都搞唔清楚邊隻先邊隻後啦，應該就 Zenith 嘅呢一隻先，唔緊要啦。咁啊講咗呢一隻 Zenith 先啦，都算係經典噶啦。峰迴路轉嗱，一開始呢，都幾年前喺 Zenith 嘅官，仲記得疫情前應該已經喺 Zenith 嘅官網度見到啦，覺得好靚好靚好特別，完全係自己嘅 style。不過呢，當時睇到係一個 boutique edition 啦，咁當時亦都冇太認真去尋覓，因為直到之後喺澳門啦，同某個手錶嘅售貨員嘅朋友啦講開啦，佢哋竟然話可以訂得到喎，我都掙扎咗一段時間。
咁啊落單咗之後呢，都足足等咗大半年啦，好似10個月定8個月，咁啊最後呢，終於得到咗手啦。黑白色錶嚟講呢，佢呢隻都算最極致嘅一隻噶啦，我覺得真係冇太多牌子會咁樣出嘅。到依家呢，我都仲係一隻好中意嘅一隻錶嚟嘅。咁啊最後嘅呢一隻啦，都係 Longines 嘅，同頭先 Chronograph 嗰一隻呢，同一個系列一齊推出嘅。咁買呢，我就買咗 Chronograph 嗰隻先啦。咁啊直到1-2年之後呢，咁啊好天真嘅自己呢，就覺得不如儲齊一 set 啦，又游說自己可能好快會停咗產嘅，再唔買呢，可能買唔到嘅咯。其實以黑白嘅配色嚟講呢，呢一隻都算係更加之極致嘅，簡單嘅一個3針嘅款式呢，即係點睇呢都唔會厭嘅。自己比較少戴嘅呢隻，純粹因為 Chronograph 嗰隻買先啦，已經戴開咗一段時間，咁啊戴開咗啦，咁啊費事特別再戴埋呢一隻啦，咁啊比較少戴啦，所以所以暫時嚟講呢，總共就有呢5隻黑白嘅配色啦。咁老實講唔算多嘅，咁但係自己一直都其實呢，有 keep 住留意黑白色嘅錶嘅，特別是係一啲咧比較入門嘅牌子啦，例如 Hamilton 同 Alpina 嘅呢2隻啦。佢個銀碼呢就唔係好高，所以成日話呢啲錶係最毒嘅。如果揾到比較靚價錢啦，可能折扣好啊，或者甚至乎可能有二手呢，我諗應該都會失咗手去收藏噶啦。如果有師兄想放呢，可以 PM 我。至於再名貴啲呢，嗱有咩選擇呢？例如 Breitling 嘅 Super Ocean 啦，都有出過一個黑白色嘅。Tag Heuer 嘅 Aqua Racer 啦，全光面嘅一個夜光面啦。咁 IWC 嘅一個 Pilot Black Ace 啦，都係全發光嘅。Tudor 嘅 Black Bay Chronograph 啦，一個黑白嘅熊貓面啦。嗱 Breitling 嘅 Premier 系列呢，都曾經有一隻熊貓嘅色嘅，不過最近好似官網又唔鬼見咗啦。當然啦，都唔少得 J12 嘅系列，都唔少黑白錶嘅。老實講，咁最近呢更加越玩越激添，好似呢2隻為例啦，都幾激嘅。其實 Omega 嘅 Seamaster 300呢，有一個黑圈白面啦。Omega 2020東京奧運版啦，咁啊黑白熊貓啦，不過炒到好貴，以及最新嘅一個白面 Moon Watch， 成日想講咗 Moon Watch 添，白面嘅 Moon Watch。咁所以呢隻嘅黑白 Moon Watch 呢，一出嘅時候都有啲人講嘅。而 Zenith D-Fly Classic 呢 ，Classic 即係3針款啦，其實都有呢個黑白嘅特別版嘅，都係限量嘅。最近香港呢，仲有一隻二手放售添，搞到我都心喐喐，想儲埋。Zenith 其實有一隻黑陶瓷銀面嘅 El Primero， 幾年前推出，好似2017年到啦。雖然都係銀色，但已經好有型噶啦，覺得。嗱，當然又唔少得神錶嘅 Daytona 啦，都係一個黑白色重量級嘅代表作。嗱，推出至今呢，一直都好火熱，證明大家呢其實都係一個黑白嘅心嘅。再名貴啲嘅話呢，其實 Hublot 都有唔少嘅選擇嘅，當中 Big Bang Unico 嘅呢一款呢，我都爭啲失手嘅。佢當佢出 42mm 嘅時候呢，好毒。嗱，雖然依家嘅興趣呢大不如前噶啦，不過如果有啲閒錢嘅話呢，可能都會考慮一下二手，了結下個心願啦。因為二手能講緊7萬蚊、8萬蚊都買到噶啦。GP 嘅 Laureato 都有出過一個黑白色嘅特別版。咁啊，再名貴啲啦，多數都係以貴金屬為主啦。好似暫時呢就諗唔到啦。畢竟呢個配色呢實在太過冷門啦。啱啱醒起雅典嘅 Freak 呢，其實都出過嘅。咁當然好名貴啦，好似20幾萬，我都唔記得咗確實幾錢啦。而有時呢，都成日呢瘋狂咁發夢呢，如果某啲錶款呢有全黑或者全白嘅版本呢，不如2隻都買晒落嚟，再自行組合一個黑白嘅配色啦。嗱，實在太過癲啦呢個動作，咁樣做呢，我諗會妻離子散都得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呢，只要停留喺 Photoshop 嘅世界裏邊啦，自嗨一下。例如 Zenith 嘅呢一隻啦，我哋可以咁樣去做一個黑白嘅配色啦。Omega 嘅 Dark Side of the Moon 自己整一個黑白版啦，因為始終呢又唔係話好多牌子有出黑色同白色嘅陶瓷，因為冚唪唥大多數呢都係黑色為主噶啦。嗱 AP 呢就確實有推出嘅，咁如果白陶瓷呢襯咗黑面呢就咁嘅樣嘅，都幾靚仔嘅。咁啊好啦，啱啱以上呢其實都只係自己用 Photoshop 去自嗨嘅啫，希望有生之年呢真係有機會可以見到佢哋推出啦。咁收藏呢都絕對唔容易嘅，老實講。
咁啊，今集嘅內容又差唔多啦，唔知有冇震撼咗你嘅視覺衝擊呢？我大概知道嘅黑白標呢，都盡量 cover 咗㗎。如果有漏嘅，大家覺得正嘅，可以留言發表一下。有冇標友都有咁樣嘅黑白配色嘅情意結呢？嗱，不妨我哋大家相識下，始終係一個咁冷門嘅口味啊，可以希望揾到大家同好啦。因為都有唔少嘅標友啦，香港甚至乎外國啦，都會專登 send email 咧，同我分享一下佢哋嘅標啦，都算一個幾好嘅交流，幾意想不到。嗱，希望你中意今集嘅內容啦，一直想做呢集好耐噶啦，終於做咗出嚟，俾個 like 同埋支持訂閱一下呢個 channel 啊！我哋下一集再見啦，拜拜。